3只喜鹊就能击退老鹰，被称为空中平头哥的喜鹊，实力究竟有多强？老鹰作为大家公认的空中霸主，拥有着十分强大的实力，但是你敢相信吗？拥有着强大战斗力的老鹰，竟然能够被3只小小的喜鹊击退，这究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，还是大家危言耸听呢？说起喜鹊，人们的第一印象都是象征着吉祥，甚至牛郎织女传说中的鹊桥也有着它们的身影。由于它们的体型并不大，所以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杀伤力。只不过当他们面对老鹰的时候，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却是令人十分震惊。按理来说，喜鹊与老鹰的体型差距非常大，所以当他们相遇的时候，喜鹊应该躲避才对。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，喜鹊不仅会主动出击，而且在这场战斗中，老鹰才是躲避的一方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在一般情况下，喜鹊都比较喜欢组团活动，所以有了同伴在身边，他们就拥有了更强大的底气。并且喜鹊的性格并不算温顺，反而十分好斗，即使是面对老鹰这样强大的物种，也不会轻易认输。而对于老鹰来说，虽然庞大的体型是一个优势，但是在面对行动灵活的喜鹊时，它们却很难找准目标发起攻击。所以老鹰虽然拥有着强大的实力，却很难对喜鹊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再加上喜鹊睚眦必报的性格，老鹰宁愿躲着也不想主动招惹它们。所以这样看来，老鹰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来对待喜鹊的。喜鹊在人们心中一直以正面形象出现，那么它们真的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吗？在我国许多传统诗词中都有着喜鹊的身影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象征着霉运的乌鸦。不过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其实喜鹊和乌鸦是同属鸦科的物种，并且它们的智商都非常高，是为数不多通过了镜子测试的物种。作为鸦科动物的喜鹊，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，它们不仅脾气暴躁，而且食性很杂，不管是昆虫还是老鼠，都能够成为它们的盘中餐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喜鹊究竟算是害鸟还是益鸟呢？其实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到的答案也各不相同。从它们本身来看，喜鹊的食谱中有许多害虫的身影，所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自然环境。不过对于种植庄稼的农民来说，每年的丰收季节都会受到喜鹊的影响，从而导致粮食产量下降，并且喜鹊的性情凶猛，对于其他的鸟类来说存在着一定的威胁。所以我们并不能从某一个单一的层面来判定它们是否为害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喜鹊拥有着强大的筑巢技能，甚至它们的巢穴还被称为鸟中豪宅。被它们淘汰的巢穴依旧有其他种类的鸟争相入住，足以看出它们巢穴的质量有多好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喜鹊的数量并不客观，甚至人们为了对其进行保护，还将它们列为了3有保护动物。所以作为人类的我们，不能够随意干涉自然界中其他生物的生存，这样才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下去。为什么喜鹊被称为鸟中平头哥，生存现状却依旧令人堪忧？在以前的时候，喜鹊并不算是罕见的鸟类，不过近几年来它们的数量却一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，并且根据人们的研究发现，喜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与人类的行为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近些年来，人们逐渐开展城市化建设，导致自然环境中适合喜鹊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少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喜鹊的生存繁衍，并且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喜鹊被迫生活在了城市中，从而出现了很多被交通工具撞死的现象。更重要的是，生活在农村的喜鹊也同样充满了危机。近些年来，人们种植粮食的时候，使用农药的频率越来越高，许多喜鹊误食之后，也就因此失去了生命。除此之外，自然界中还生存着许多喜鹊的天敌，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喜鹊的数量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人类的行为确实对喜鹊有着非常大的影响。如果不想让它们走上灭绝的道路，还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。这样看来，即使是智商极高的喜鹊也无法摆脱人类行为的影响，这也恰恰体现了自然界残忍的规则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